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最新6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.2%， 环比上升了 0.6个百分点，终于回到荣枯线以上。可以看到制造业得到了恢复性扩张。另外，6月份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.7%， 比上月上升 6.9个百分点。服务业景气水平连续2个月明显回升。乍一看，中国经济似乎迎来了反弹，跟最近的股市一片向红交相辉映。事实上，在财政政策的刺激下，一方面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之快，另一方面实际社会融资规模却大幅度下降，和去年同期相比减了一半，新增货币需求不到1万亿。现在就存在一个很尴尬的局面，一面是企业不敢要钱，因为要投资的话，企业对现阶段投资预期方向以及结果都不清楚，最终的风险都得自己来承担，毕竟这些融资将来也是要还的。另一面，消费者因为对未来收入的稳定性感到担忧，也不敢大肆消费，再加上失业潮的来袭，老百姓自己口袋里的钱确实也不多了。现实情况就是企业不敢贷款，老百姓没勇气消费，你再增加货币供给也没法启动投资和消费，因为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解决。如果仅靠货币供给增长，货币使用成本降低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，经济在3季度恢复的难度很大。仔细深究一下，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3重压力。第一重压力来自预期转弱，企业和百姓都不太看好未来，对往后能否过上好日子依然心存担忧。而信心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，信心不足将很难保证经济持续增长。当然，预期转弱有多方面原因，一方面是对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，另一方面呢，是因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概念引发企业家对前景的担心。这个概念开始于去年5、6月份的时候，而且陆续在资本扩张的一些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动作，导致人们以为国家对资本进行打击。所以企业界一旦产生了这样的判断，就会非常紧张，就不可能再去搞投资和增加消费，反而会加速资本外流。所以最近能看到一部分企业家高位套现。实际上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不是要对资本进行打击。首先，资本是逐利的，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，有可能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是相吻合的。这个时候叫资本有序运行，但也有可能资本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是对立不协调的，一定程度的时候叫资本无序扩张。所以判断资本是有序运行还是无序扩张的主要指标，就是看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协调。任何企业在逐利过程中都要注意紧跟国家的宏观政策，毕竟咱们是特色社会主义国家。我们最近讲资本无序扩张，不是指整个经济，而是指资本在以下几个重要领域的无序扩张。第一个领域就是大家津津乐道的房地产了。在过去20年里，房地产开发商不断利用高杠杆推高了地价和房价，尤其是2015年以后，大量地产商下沉到了4、5线城市。从消费属性来讲，这些城市房子已经足够百姓居住了，但资本的无序扩张极大地扩大了房子的金融属性，弱化了其本身的消费属性。最新的中国房地产总市值已经高达65万亿美元，约为去年 GDP 的4.1倍。当整个经济需要依靠房地产来推动时，可见整个市场的泡沫有多大。这无疑导致了我们目前困难重重，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房地产无序扩张带来的后遗症。现在不仅是恒大、融创出问题，还有整个产业的供应商及投资人都面临不小的困境。如果任由房地产市场无序扩张，那么不仅我们的未来几十年都将承受巨大的债务压力，而且透支的也是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。第二个领域呢，就是资本的娱乐圈不断扩张，包括打造各种所谓的流量偶像、饭圈文化以及无底线的直播乱象，这将导致一系列问题爆发。第三个领域呢，就是互联网了。一些资本利用互联网平台不断推动垄断，使得中小企业实在活不下去，不断被剥削，从而导致许多中小企业的成本高企，难以在夹缝中生存。可见互联网领域无序扩张非常明显。当然，资本不一定就是罪恶，合理运行才能更有效地反馈经济。第二重压力呢，就是需求收缩，这个大家都能看到，没有需求就没有增长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首先要对原因做分析。目前来看，有以下原因。第一点呢，就是疫情对经济的冲击。新冠疫情爆发后，直接冲击的就是第三产业，餐饮、商贸、旅游、休闲娱乐、出行等一大批产业被严重冲击。去年的第三产业第4季度增长只有 4.1%， 农业和工业还在2位数上，它只有 4.1%， 受损害最大的就是第三产业。结果今年从第2季度，第二产业也惨遭冲击。可以预见的是，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将是长期的。如果我们不尽快简化，使抗疫政策更加精准和科学，需求收缩的问题就还会持续。这些不合理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需求的下降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严重收缩。大家都知道呢，在过去20年里，房地产已经深度绑架了中国经济，各种高杠杆早已屡见不鲜。现在已经到了该还债的时候了，任凭怎么刺激，百姓都不怎么买账，房地产早已摇摇欲坠。
第三重压力呢，来自于供给冲击，主要原因有以下3个。第一呢，近几年来逆全球化的所谓声浪一浪高过一浪，反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高，中国进入世贸大量融入世界工业产业链当中来，结果出现了逆全球化。逆全球化状况当然对中国供给有很强的冲击。第二呢，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，对于我们的供给体系带来冲击。第三呢，事实上我们国家在世界产业供应链中间处于中下游，高端产业跟发达国家相比，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。国际情况变动直接冲击中国的供给体系，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经济破局呢？咱们将在下期视频深聊一下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先聊到这里。您的鼓励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